大家好有部分小伙伴说飞牛上怎么 Web DAV，我也是研究了一下，然后跟大家总理出来一个相对简单的方法。我看网上讲这个的还是比较少。那我们今天来讲Web DAV 的话，你就可以像挂载到 Windows Mac 上，像一个文件盘符一样的这种存在，本地的内容一样这样的方便复制粘贴，走这个 Windows 的文件资源管理器。这种操作才是比较直觉的，才是符合用户体验的。这样的话，你比方说我这个呢，就是在公司，然后我把家里的这个飞牛 NAS 上的文件同步到公司的电脑上。我们可以看一下飞牛这边的设置，它默认的话是已经开启的，而且默认的话是你的 IP 加端口是5005当然你可以自己去改。那我们一般会用到的就是 HTTP， 我们会通过 FRP 穿到外网，我们拿徕卡云的 VPS 做例子，然后我们在徕卡云的机器上用 Nginx 来做反向代理域名。我这边把飞牛 NAS 启动一下，我依然是用虚拟机在这么玩。选择设置，它这边有一个文件共享协议，讲的是 Web DAV 你点开这个 Mac 的方法，还有 Windows 的方法。它这边呢，如果拿 IP 加端口的话，它会要牵扯到注册表，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更超前一点，而且不用去修改注册表，去实现外网访问 Web DAV。端口我们复制一下。先在本机先访问一下，它就会让你输入飞牛的用户名和密码我们 Web DAV 是正常在启动的。这块呢，我们就是通过内网的方式来访问，然后我们接入我们的徕卡云。徕卡云呢，依然是我这边主要在使用的一个环境，香港的 CN2 优化线路，还有韩国的双 ISP 的原生 IP 的线路，基本上每一个月他们都会有对应的有价值的优惠活动。好，我这边呢是之前有一台，然后我们再去把飞牛 NAS 连接上。飞牛的这边我需要给它提权 sudo-i， 然后输入飞牛的密码，都是 root 权限 root 身份。大家访问这个域名，一键脚本我们复制一下，在这边输入一下，两边都有了。这边呢是我们的公网的 VPS 徕卡云的，这边是我们的飞牛 NAS。现在徕卡云这边操作一下，选择11，然后选择55。我们先装一下装一下，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块呢有 IP 和 token， 友好到我们飞牛这边来。这边我们选择56 FRP 客户端，然后我们这边选择1，这时候让我们输入的就是这块的 IP 粘贴进来，然后 token 也是从徕卡云这边粘贴进来回车，然后它就会自动对接部署。我们现在都是用的 Docker， 所以非常方便。只要你的 Docker 环境健康，有对应的加速站，好，这样呢我们就已经部署好了。部署好以后呢，我们可以看到上面都会有这种表头，就表明已经对接成功了。那接下来我们选择4，然后我们需要给它一个服务。那这个服务的名字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Web DAV TCP 默认回车，就用这个 Web DAV 的5005填好。外网访问徕卡云的时候，我们让它用5009或者5015，这个你自己随意我这边就用5015了。然后这样的话，我们就建立了一个内网穿透服务，回到徕卡云这边，然后点击回车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穿透出来的这个5015这个服务已经 OK 了，现在就用的外网来访问。我们最终目的呢是要把它反向代理成域名，选择5，这边呢会告诉你要解析到我们徕卡云的这个 IP 上，会去使用的就是 Cloudflare， 我一般会把我所有的域名都托管到这边，选择一个 Lion123， 进入它的 SSL TLS， 完全严格。如果你是灵活或者其他的
都要调成完全严格，方便一点。然后我们选择 DNS 解析一条 A 记录，这边添加记录，输入一个前缀，最终的域名就是这样的。这边呢，你把 IP 复制一下，就是我们徕卡云的 VPS 的 IP， 关掉小云朵，给它1分钟，域名复制一下，点击下面的保存，这一条 A 记录就被我们创建出来了。然后我们把刚才复制的这个域名粘贴进来，回车，然后给它一个端口，就是我们外部 DAV 的5015这个端口，回车，反向代理了啊，是用的 Nginx。然后我们现在是在获取证书，就是我们主流的这种3个月免费的这种证书。然后它是带自动续签的，反向代理域名就出来了。它现在是域名来访问，这个域名呢是带 HTTPS 的，我们需要把整个这个复制一下，因为未来的话我们不会是在网页上去使用，我们是在 Windows、Mac 这种操作系统级的资源管理器里去使用。回到此电脑，右键创建一个网络位置，点击下一步，再下一步，这边呢就输入我们刚才反向代理的域名啊，就是这样的一个完整格式，是带前面 HTTPS:// 的。下一步，它就开始进行连接，再在这个地方输入飞牛的用户名和密码啊，就能连接到我们飞牛云的文件，我们可以访问飞牛云的文件了。好，点击保存，然后点击确定。这时候呢，我们给这个盘符文件盘符起个名字，就是飞牛的 Web DAV， 就这样的。然后下一步，再下一步。好，我们这个文件结构就创建出来了。然后现在我们访问的就是飞牛里的内容啊，这是飞牛里我存的一些照片、图片。这时候我把这个文件复制一下。复制一下，然后放到这里面。好，我们点进一个目录，然后粘贴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它就把对应的文件粘贴进来了。这时候呢，我们回到飞牛 NAS， 在飞牛 NAS 的文件系统里头，然后我们选择这个目录，我们就发现这个 PY 脚本就已经同步过来了，就相当于你在那边操作，这边就有对应的反馈；你在这边操作，那边也有对应的反馈。现在我们把它删掉了，我们这边刷新一下，它就不见了啊，就这么简单。这个呢是图文的，然后如果大家想反复复习的话，你就看图文的也可以。操作说明，我们通过 Web DAV 服务来访问家里的 NAS 的系统的文件。那今天这期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欢迎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